一日清晨，刑部官员上报牢中罪犯遇刺一事，整个牢房里10几名劫匪全被射杀。看守牢房的士兵与刺客殊死搏斗，仍旧不敌，打斗现场极其惨烈。据看守牢房的士兵交代，刺客逃亡方向正是幕府方向。宰相一党的官员在朝上炸开了锅。朗朗乾坤，天子眼下，擅闯刑部大牢，击杀证人，你穆家怎敢如此放肆？禀陛下，此事与幕府绝无关系。穆大人的意思是，我刑部大牢的士兵看晃眼了？哪怕刺客真往幕府方向逃，也可能是栽赃陷害。我幕府周围官员府邸众多，李大人怎么就如此确定是我幕府派出的刺客？罪人证人都在刑部大牢，按理来说刑部大牢应该看守森严，怎么就让刺客轻易闯入了呢？正因我刑部失守失责，微臣才一上朝便向陛下请罪，但请罪也不能将此事结果，微臣总得将那些刺客查出来，才能将功折罪吧，总不能请罪过后便毫无作为吧。那满牢房的罪人，独你穆家女活了下来，还一口咬定是萧家4小姐行凶。穆大人，你自己听听，你女儿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却半句与刺客身份有关的话都不提，满口都是推诿责任。但凡她说出半点正经的刺客信息来，大家都不会如此怀疑。但她一口一个都是萧家小姐干的，对自己的罪行抵死不认，你让众人如何不怀疑你穆家？那李尚书又怎知不是萧家女贼喊捉贼呢？枉你们还是读圣贤书的文臣。萧4小姐一弱女子，为救弟弟才随劫匪行至后山，险些遭遇不测，这种话都说得出口，你们当真无耻啊！劫匪寨子里有穆家女的珠钗信物，有穆家女的贴身丫鬟，这也是我侄女安排的吗？是我侄女上赶着求穆家女买凶玷污她吗？那丫鬟在牢中已经招供的清清楚楚，你们一个个的眉毛下面2个窟窿眼是摆设吗？还想往我侄女身上赖？哪怕泼脏水，也不是你们这个泼法！萧玉脾气火爆，说这话的功夫里，冲上去便抡起拳头，将刚才开口说话的那文臣一拳抡倒在地，大牙都飞出去2颗。定北侄儿说，他那望叔侄女对他极为敬佩尊重，以往他是不知道侄女对他的敬重，如今知道了。这么好个侄女受此委屈，他做堂叔的岂能不管不问？住手！朝上动手可谓是大忌，也可谓是完全不将龙椅上的皇帝放在眼里。魏齐轩的声音被淹没在武将骂声里，眼瞧那文臣快被萧玉用蛮力打死了。直到这时候，臣子中为首的萧红才理理宽袖，开口提醒：陛下面前成何体统？宰相一党的武将纷纷涌上前阻拦。陈楚本与萧玉不熟，但冲得比谁都快，去拉萧玉的时候，不小心在刚才开口那文臣身上踩了好几脚。其余武将见状，似有所悟。什么？踩瘸了？秦泰笃定点头。那季大人被抬出皇宫时，下面半边身子已经动弹不得了，被众将踩瘸了。众将一人一脚，几乎满殿武将都参与其中。皇帝不能，也不敢罢黜大魏那么多将领，否则军队必乱。法不责众啊，可怜了傀儡皇帝，只能打落牙齿活血吞。最后如何处置的？扰乱朝堂，御前失仪，恒威将军萧玉罚俸1月，禁足1月，其余将军每人5杖。那穆彩晴呢？刑部是怎么判决的？穆汉为了自保，直接将穆彩晴逐出了穆家，从族谱上除名了，但他还是因为教导无方被降了官，整整降下1品。穆彩晴买凶毁人清白未遂，刑部依照律法判他剃发，发配军营。只是发配，没有处死啊？秦泰摇了摇头，毕竟是未遂，咱们小姐没事儿，刑部也得按照大魏律法办事儿。凭什么？他害人在先，以那种手段想要加害咱们小姐，怎么能因为小姐没事就放她一条生路呢？小姐没事那是咱们小姐的本事，穆彩晴把坏事都干了，难道非要闹出事来才能判她死吗？其实被发配军营，或许比叫他直接死还要难受。幕府书香门第看重颜面，穆彩晴的命
甚至还没有穆家的颜面重要。他们未必会放穆彩晴活着被送到军营。接走穆彩晴是不太可能，代价太大，但半路杀了穆彩晴，保全穆家颜面，这倒是极有可能。小半月后，确实传回穆彩晴被劫杀的消息，但同时传回来的还有另一批人马暗中保护穆彩晴，护送她平安抵达军营的消息。真可谓是未杀人先诛心。殿试已过，那点州刺史之子此考打得有些差强人意，没落着状元，中了个探花。吏部那边给他排了一个下面州郡的职务，遣他离京了。你舅母啊，给你送了一些小玩意儿过来，说是给你压惊，还要谢你提醒。舅母实在客气。听你父亲说，陈将军在他跟前提了提你们之间的事儿，你父亲让我来问问，看你是个什么意思。他敢说出口，可不就是受了孩儿的意思吗？你呀，姑娘家的，都要许配人家了，还不知羞。在母亲面前羞什么啊？哎呀，陈将军也好，以后嫁得近，我也常能看到你。自从经历过拓跋云霄联姻之事，现在房妻儿看陈楚是哪儿都顺眼。生离死别，只要不让他和女儿经历生离，哪儿都好。萧望舒轻哼一声，合上眼帘。穆彩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当着一位母亲的面，用那样的手段算计他的女儿。方穆彩晴这么轻易死了，房妻儿如何咽得下那口气？那日穆彩晴想让他受的罪，今日房妻儿必会千倍万倍地替他还回去，让穆彩晴亲自感受。不出几日，军营又传回消息，穆彩晴死了。他在军营里精神疯癫，把谁都看成萧望舒，疯狗一样扑上去张嘴就咬，咬到了一名将领的手腕上。那将领吃痛，拔刀一挥，人就死了。消息传到萧望舒耳朵里时，他正在庄子上看粮仓。听到这消息，他内心也没多大波动，只朝秦泰点了点头，随后继续和尉迟彦筛选粮商。天下分分合合，群雄割据一方，迟早有一场统一之战。不论在乱世还是盛世，粮食永远是民之命脉，国之命脉。2个月后，萧彩仪进足交房殿，后宫无人掌权，地位最高的皇贵妃萧盼安便形同父后，一边处理6宫之事，一边照看个啼哭不止的婴孩。哪怕是萧彩仪都分身乏术，更别提能力平平的萧盼安。不出几日，萧盼安召来与萧家交好的联姻公主于淑桦，以为对方是他同党，便召来助他打理6宫。入宫至今，这也是于淑桦第一次触碰到协理6宫之权。消息传到萧红耳朵里，萧红险些掀了书桌。之前就是看这个女儿不靠谱，他才让长女将于淑桦之事瞒着，并未告诉这个女儿，怕她露馅误事。没曾想，他这个女儿帮外人算计了自己长姐不说，还将掌管后宫之权对外敌拱手相让。碍于长女生育困难，他才让这个女儿进宫辅助。他只让她进宫生个皇储，没让她进宫犯蠢。来人，相爷有何吩咐？请夫人过来。是。陛下不敢杀萧家女，本以为此番不是囚禁冷宫，就是囚禁交房殿，没想到父亲如此袒护他。这3个月的时间，他解禁之后如何是好？他常听他宫里的宫女私下议论，说萧家姐妹2人谁当皇后不是当，她又是皇长子的生母，更适合做这皇后。于是他头脑一热，干下这事儿。本以为若是陛下废后，父亲定会竭力将她推上皇后之位。到那时，他抚养叶儿就是名正言顺，叶儿仍是嫡长皇子，而他则是陛下的皇后，仍可相助于父亲。不管长姐在冷宫还是交房殿，他再派人对长姐优待些就是了。反正长姐也不愿做这皇后，但没有想到父亲如此袒护长姐。当日那般情况下，只罚长姐交房殿禁足3个月。那1个月之后，长姐解禁，
可如何是好？他被吵得头疼，也顾不得再多想，连忙让贴身宫女去传奶娘。禀娘娘，于贵妃来了。她来做什么？奴婢不知，娘娘可要见见？召她进来吧。是。臣妾参见皇贵妃娘娘。你来找本宫有什么事吗？禀娘娘，长宁殿的贺嫔今早身子不爽利，请太爷一瞧，有喜了。有喜了？后宫那些女人这么些年来，都是一群不下蛋的母鸡，怎么我刚诞下叶儿，后宫就出这么多碍眼呢？正处不说，连贺嫔还怀上了。是啊，这是天大的好事，陛下知晓后可开心了。王贵妃不为贺嫔开心吗？怎么会呢？本宫为陛下高兴还来不及呢。那就好，难怪陛下常夸皇贵妃娘娘最识大体，最得圣心。于淑华一番话堵住了萧盘安的嘴，他只能哑巴吞黄连似的把苦往下咽，脸上还要强扯笑意应和于淑华，给了那怀孕的贺嫔不少赏赐。古代婚制依循周公六礼，六礼其一，纳采。陈主抱燕为礼，上宰相府求婚时，可谓轰动了整座京师城。不为别的，只为萧望舒这种女子，居然有人敢求娶。看陈楚生的还俊朗挺拔，不少围观之人纷纷摇头叹气，感叹还是权势动人。就萧望舒那种恶毒嚣张、纨绔跋扈的性子，也有人能上赶着求娶。纳采之后，经过萧红和房妻儿首肯，便是六礼之二，问名。陈楚再抱宴相送，请媒人询问萧望舒的名姓与生辰八字，写于红纸上。这张红纸便是庚帖。拿到萧望舒的庚帖之后，陈楚需要将他的生辰八字送回祖庙占卜吉凶，此一礼称为纳吉。之后便要等占卜结果出来，才可进行第4步纳征。所谓纳征，便是真正的下聘提亲，确定婚姻关系。哇，这些礼数真是麻烦，咱们望舒近来都累瘦了。瘦了吗？确实是瘦了一些，天气太热，没有什么胃口，得想办法进补一些，不然饿坏脾胃就难办了。小姐，陈将军着人送来的。让我瞧瞧，瞧我那未来妹夫又送了什么东西过来。食盒里飘出酸甜香味儿，正是一壶刚放凉的酸梅汤。这才说着胃口不好，转眼就有人送酸梅汤过来了。难怪你们中原常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喝不喝啊？拓跋新连连摇头。我可不是你，我要喝冰镇过的。哦，对了，二哥可与你说过，长姐何时能够解禁啊？他很少和我聊这些大事儿，加上最近他又忙，回府都很少。那我一会儿去问问母亲去。拓跋新点点头，又兴致勃勃地朝他卖关子。你猜猜，今年下半年来京师出使的拓跋使臣会是谁？吉辉哥哥吧？你这哪是在猜，分明就是笃定了。是不是三皇兄给你泄密了？还需要他泄密吗？如今局势不稳，各方势力蠢蠢欲动，两位义兄都忙于镇守部落，若不是联姻势大，吉辉哥哥得亲自前来求娶，方见诚意。恐怕今年使臣来贡，一位义兄都不会过来。三皇兄今年就没法来了呀。拓跋新略有些失落，显然还未听出萧望舒的弦外之音，清澈的眼眸里仍有欣喜。不过二皇兄能来也挺好的，我可想他们了。王叔，幸好有你陪着，不然我都不知该怎么办。这才成婚半年，他就感觉与平南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平南对他还是很好，照顾有加，但他有时候想让他多陪陪，看他那么忙，又觉得自己好像有些无理取闹。没有了夫君的陪伴，高门贵妇的夫人便格外难当，既要文静守礼，在外不出阁不丢人，又要这也会那也会，给夫君当个贤内助。现在想想，幸好望舒当初没有嫁给他三王兄。相府的二少夫人太难当了，若是没有望舒这个小姑子处处陪着他，耐心教导他，他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萧望舒闻言笑了笑，一只手臂被他挽着，
另一只手端起桌上的酸梅汤，仰头喝完。母亲对你严格，也是盼你能够早日独当一面。打理后院也是一门学问，其中繁琐的事情多了去了。你稍微耐着一点性子，有什么不懂的，多去问问母亲。知道了吗？拓跋新睡得迷迷瞪瞪，随口敷衍一句。萧望舒有些无奈，只好叫醒他，让他的婢女扶他回院休息。今日陈将军可在府上？舒夏想想，摇头回答：禀小姐，今日陈将军不在，陆将军在。他近日倒是忙得很。禀将军啊，他忙着求娶咱们小姐嘛。萧望舒勾唇笑笑，是吗？怎么他瞧，他最近像是在故意躲着他呢？送酸梅汤这么有时间，送完反倒连见他一面的时间都没有。萧望舒这边正一笔笔在心里记下陈楚的躲躲藏藏，像极了猫儿懒懒舔舐爪子，看着他标记的小耗子四处乱窜。皇宫后院闹翻了天，皇贵妃白日宣淫，秽乱宫闱，被人发现时，她衣衫凌乱，正与一禁军士兵交缠不清。萧平南来的比魏齐轩还快，赶来便一巴掌扇醒了萧盼安。见事已成定局，他直接让人以强迫妃嫔之罪将那士兵拖下去处死。魏齐轩赶来时已经死无对证，萧盼安神色还很恍惚，穿上衣裳后一个劲儿的疯笑摇头，一个劲儿的呢喃怎么会这样。皇贵妃娘娘神志不清，遭此大辱，末将恳请陛下宣太医彻查，娘娘必是受人陷害。彻查？查什么？是要查你这刚行过鱼水之欢的妹妹，还是要查那身首异处的士兵，还是要查朕的长皇子与朕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医院里全是萧家的人，有查的必要吗？不管怎么查，结果都会是萧盼安遭人迷害，痛失清白。陛下息怒，陛下此刻怒火攻心，无暇细思，末将不能看着陛下如此冲动行事，已经替陛下与皇贵妃娘娘召来太医检查，僭越之处请陛下恕罪，还请陛下相信皇贵妃娘娘对陛下忠贞不渝，断不会做出有悖陛下之事，今日种种她亦是受人谋害。事实都摆在眼前，还敢如此强硬地为萧盼安开脱？萧家上下这么多口人，真是全挖了心肝也凑不出一个忠字来，狼子野心。不多时，几名太医便急急忙忙赶过来细查一番，查过所有东西都无异样。那几名太医调查的速度也放慢了些。是皇后，她要害我！你们去查她，是她要害我，是她要夺走我的恨！皇贵妃娘娘，末将瞧皇贵妃娘娘真的是受了刺激，有些神志失常了。今日不管调查结果如何，最多只能保下一个皇长子。萧盼安失身在大庭广众之下，他是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若是萧盼安今日被迫，长皇子便是清白的，还是陛下血脉；若是萧盼安今日是浪荡自找，可能连带长皇子都要被他牵连，沾上血脉不清的污点。如此局势，他怎敢再将长姐拖下水？二哥，你信我，你相信我呀，二哥！萧平南现在只恨不能一掌劈晕了他，让他闭嘴。二哥，真的是皇后，我在她宫里。萧盼安说着这话，情绪过激，像是有些喘不过气，突然便两眼一翻，晕厥过去。萧平南顿时松了口气，闭嘴就好。那些太医也见势不对，手脚麻利的直接从袖子里抖出点粉末，飘进桌上的茶壶里。禀陛下，这茶水有异。茶水中下了催情的药物，成了萧盼安的受害者立场。但毕竟是自导自演，也找不出源头去栽赃。最后，萧盼安以被迫失身的名头软禁云光殿。那已经身首异处的禁军士兵，则是以犯上之罪被屠了9族。萧采仪仍在禁足中，对交房殿外的事情难以插手。但听到这消息时，他面上一派淡定，还真是半点震惊都没有。意料之中，迟早的事。他这位五妹不像四妹那般聪明，在后宫很轻易便会被吃得连骨头都不剩。往日也就是有他处处留心，才让他免于算计。
但这位妩媚亲手将他送来禁足，他又岂会在乎这一只白眼狼？随他去吧。自己尚在禁足期间，哪儿也不用去，过得挺闲适的。可奴婢听人说，皇贵妃娘娘昨日大喊是娘娘您害了她，一直让人来查咱们的交房殿。当真？那宫女连连点头。千真万确，还是萧统领拦了下来。昨日皇贵妃可曾来我宫中？最近半月，眼看她快要解禁，萧盘心虚害怕，常来交房殿找她聊些闺中往事，说是陪她解闷儿。他懒得与她虚与委蛇，见过2次后觉得无趣，就没再见她，一直在静心礼佛。萧彩衣那贴身宫女仔细回想一番，猛地睁圆了眼：“娘娘，昨日来看望娘娘的妃嫔有好几位，皇贵妃娘娘她确实来过，但娘娘您都没见她呀。”她来可干了一些什么？也没干什么。奴婢说娘娘在礼佛不见人，皇贵妃娘娘不死心，在前厅坐了会儿，喝了2盏茶，吃了几块糕点。昨日天气太热，等了会儿实在没等到娘娘，皇贵妃瞧着身子有些疲倦，便回去了。你去翻翻渣斗，将她昨天碰过的茶水点心都找过来，快去。再派个人去太医院，动作小点儿，别惊动旁人，将刘太医请过来。萧盘这场无妄之灾，不知是有人刻意在他交房殿动手，借他为刀，针对皇长子而去，还是本身就针对他而来，不想让他解禁，想再给他扣个秽乱后宫的罪名。不管是为哪样，其用心都实在险恶。奴婢这就去。萧彩衣脸眸沉思，斟酌片刻，让人去将萧平南请来。相府门口，宫中这桩丑闻有禁军镇压，加上朝臣今日休沐，此事暂时还未传开。相府只有萧平南和萧红知晓此事。萧望舒和陈楚的生辰八字卜得吉卦，极为相称。今日依礼前来纳征，下聘定亲。当然，陈楚本是弃婴，并没有八字，他的八字都是为了匹配萧望舒而捏造的。但过程都不重要，吉卦结果才是最重要的。陈楚来到相府下聘定亲，聘礼箱子系上红绸红花，88台彩礼蜿蜒一路，从将军府蜿蜒至相府。队伍前端已经进了相府的门，队伍末端才刚出将军府几步路。我们未来姑爷，这是将将军府都搬空了过来下聘的吧？陈楚数年军功积攒下来，换取的赏赐尽数抬进了相府。萧望舒定亲，场面大得非凡。今儿这亲算是定下了，妾身这心里酸胀，有些空落落的，还有些舍不得。望舒那孩子真是女大不由娘，亲事才定下，他也不知去哪儿撒欢了。望舒办事自有分寸，不必太约束他。今日只是订婚，离亲迎还有个1年半载。你若舍不得，咱们将望舒再在身边留1年也留得。陈楚知根知底，望舒许给他，离咱们又近，你也能放心。相爷今日瞧着有些烦忧，可是朝上出了什么烦心事？不是朝上，是后宫，潘安留不得了啊！妾身已经安排好了宫中的人，皇贵妃娘娘再有几个月便会缠绵病榻，不会影响皇后娘娘抚养皇长子。相爷何事如此着急？萧盘安在宫中太无事，且他已经诞下皇长子，留他也无用。看在父女情分上，相爷只让他们用些劳损身体的药，让萧盘安悄无声息缠绵病榻，以后待在荧光殿安享富贵。这对大局来说是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今日这是怎么了？突然急于解决萧盘安。要是萧盘安死得太突然，难免落人口舌。皇贵妃薨逝，府上需要守灵，会耽误了望舒的定亲，所以我将此事压了1天，将宫中昨天发生的事情讲给房妻儿听。房妻儿听完错愕不已，遭人算计，秽乱后宫。萧彩仪才禁足3个月，萧盼安怎么就在后宫弄成这样了？为今之计，只有让盼安烈着性子自尽以证清白，否则等事情传扬开，长皇子也会受他牵累。相爷放心，妾身明白了。
玉石斋，萧望舒今日刚定下婚约，闹得京师沸沸扬扬的。尉迟燕他们都没想到，萧望舒今日订婚，居然还能抽出时间来玉石斋处理事情。小姐，萧望舒点了点头。来谈生意的人呢？在竹落1号间，兄长阮复兴正在招待。岳时玉这个身份用了段时间，他都用习惯了。对月吞金张口闭口便是兄长，险些忘了此刻没戴面具。萧望舒也没多说他什么，只叮嘱他小心点儿，然后上了楼。冯氏产业果然家大业大，就连东家也有这么多吗？那日与我们谈生意的冯东家呢？都是姓冯的。阮掌柜，和哪个冯东家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我上次与那位冯东家谈的调项，突然换你这位冯东家来谈，我怎知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交接清楚？阮掌柜放心，我说的话比他有分量，哪怕没有交接清楚，一切以我定下的为主。既然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小姐钓了许久的鱼，这不就上钩了吗？冯氏商户原来有这么多东家吗？萧小姐说笑了，先前那人不会说话，我们担心他惹萧小姐不快，这才换个人来与萧小姐谈合作，还未曾恭喜萧小姐今日遇得良人，定下婚约。我魏将军的聘礼，不知道羡煞京师多少高门贵女啊！多谢。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萧望舒放下茶杯，又问他：上次谈好的合作进行得不错，今日前来所谓何事啊？今日前来是我这儿有另外一笔生意，想和萧小姐谈谈。哦，说来听听。萧小姐千金贵人，不像是需要这点小生意营生的。恕我直言，相府的权力，相府的人脉，样样都比锦衣门、玉石斋这2间铺子值钱。怎么，冯东家这是不满足于现在的银货交易，还想从我这里买些别的东西？确实，冯某心中有这个想法，就是不知萧小姐愿不愿意迈出这一步，将我们这生意往上做做。想要什么，你且说来听听。只要萧小姐向礼部尚书或者是宰相引荐一人，相信以萧小姐的身份，这事儿是很容易办到的。哦，引荐何人呢？幕府3公子穆书浩。江南冯氏，好大的胃口啊！好好的商人不当，手还想往朝上伸。小姐这话就严重了。穆3公子本属贵籍，并非商籍，只碍于宰相与穆家一党争斗，才被限制了仕途。你既知这是2大党派之间的斗争，又何必来与我谈这生意？你冯氏商户能开出多大的价格，让你觉得我会忤逆我父亲的意思，去相助穆家之子？萧小姐误会了，我们并非让萧小姐忤逆宰相。穆家那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站在宰相一党的对立面。穆3公子对宰相的累累战功以及治国之术都甚为钦佩，即使入朝也不会与萧家作对。且穆3公子早已与他几位兄弟不和，分家是迟早的事。只要穆3公子能够入仕，自己拿到贵籍，便无需再待在穆家。朝上之事我一窍不通，你与我谈总归是无用的。不过我去父亲那里探探他的意思还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你们能开出什么样的价格，让我去父亲那里说一说。只要萧小姐愿意去说，也不求别的，能让萧宰相或者是主持春闱的礼部尚书，让他们见上萧3公子一面即可。此后萧小姐名下所有铺子所需要的衣料食材，由我冯氏商户全部包来。此外还有10万两雪花银奉上，聊表谢意。那点衣料食材对偌大的冯氏产业而言能占几分呢？9牛1毛罢了，我自己也不是担不起，这点筹码你也要正经拿出来与我商谈。10万雪花银，不出意外，冯氏商户是想用钱给穆3公子砸出一条仕途，但你们似乎砸错了门。萧傲书轻笑一声，10万雪花银，或许你能够砸开华都的门，但恕我直言，想砸开宰相府的门，他还不配。那萧小姐觉得
什么样的价格才够显诚意呢？也不全是钱的事儿，这种事情只谈银钱，未免俗了一点。男人心中顿时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我想跟萧小姐谈直白生意，也请萧小姐不要卖关子了。既然冯东家爽快，那我也不绕弯子了。听说江南罗氏商户衰败之后，便是被冯氏一口夺走了大半的生意。冯东家趁人之危有些不厚道啊。明人不说暗话，那2米生意我也想做，就有劳冯东家为我退让一步，将冯氏商户的所有公粮商给我。小姐这一口张的是真大呀。男人闻言沉默良久。萧小姐，那么多粮商，你想一下子全部掌握是不可能的。做生意的事情也急不得，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呀。不让我吃过怎么知道呢？冯东家，我已经明码标价，成与不成在你，不在我。男人又沉默许久，随后抬起头看向他。那宰相那边就有劳萧小姐回去周转，宰相何时愿意见木三公子，这价码便何时兑现。好啊，今日来的冯东家倒是个爽快人。还有何事要与我谈吗？没有了，今日耽搁了萧小姐的时间，就不多打搅，先告辞了。转父亲送送冯东家。是，冯东家，请。他离开后没过多久，萧望舒也提上食盒，从御史斋转场到五位将军府，让他瞧瞧他未来夫君这些天为了下聘，偷偷摸摸的把他自己的府邸搬空成了什么样。小姐怎么过来了？怕将军下聘之后吃不饱饭，特意来给将军送点吃的。将军今日下聘，怎么抬去那么多聘礼啊？小姐值得这世上最好的，我只有这么多，暂时只能给小姐这么多，还望小姐不要嫌弃。将军，这已经极好了，我岂会嫌弃呢？小姐不觉得委屈就好。我带了海参小米粥，还有卤子鹅、什锦豆腐，将军尝尝。陈楚满腔热忱，赤裸不加掩饰，炙热的烫人，却又偏偏待他小心翼翼，万事仔细，不敢出格半分。喜欢吗？自是喜欢的，只是这阳光太炽热，太烫人，他一时间接不住。耗也耗吧，岁月漫长，有的是时间耗。陈楚对他心中的想法丝毫不知，只知萧望舒这次特意带了吃的来将军府看他，只为他一人带来的，不是给一群人送吃的，顺道分给他一份。将军在发什么呆呢？多谢小姐。萧望舒笑着，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招呼他吃饭。荧光殿，萧盘安也正吃着房庆儿带进宫的饭菜，一想到自己失身于一个禁军士兵，他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流，啪嗒啪嗒掉进碗里。母亲，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陛下的事，是皇后她极恨我，她要夺走我的婴儿，她要毁了我。房庆儿脸上的笑容都有些冷。先别想那些事了，娘娘吃饱些。母亲，我还能够留在陛下的身边吗？父亲能够将此事镇压下去吗？陛下现在还未降下处罚，是不是父亲在从中周转？房庆儿脸上的笑容愈发淡漠。今日本是望舒定亲的大喜日子，不应该沾上血腥的。无奈萧盘安蠢呐。母亲，你怎么不说话呀？是父亲那边遇到什么困难了吗？娘娘别想太多，这事儿相爷会想办法解决的。娘娘昨晚定是没怎么歇息，喝碗汤补一补吧。多谢母亲。娘娘自缢了！来人呐！娘娘疯了！皇贵妃惨遭禁军士兵强迫，不堪其辱，投园自尽。妆台上留下一封血书，皇贵妃自缢前断袍取布，破纸取血，写下对陛下的忠贞爱意，字字句句读来锥心泣血。宰相府刚办喜又办丧，萧宰相哀痛欲绝，一病不起，无数朝臣登门哀悼宽慰。萧红病了之后，有些日子没去上朝，但他的党羽仍在，他们会替他完成他要办的事。
请陛下完成皇贵妃遗愿，将皇后娘娘解禁，且长皇子已过继皇后娘娘膝下，为嫡为长，应当立储。请陛下立长皇子为储，完成皇贵妃遗愿，让皇贵妃娘娘以得安息。请陛下体恤宰相多年来为魏国操劳，完成娘娘遗愿，以抚宰相丧女之痛。谭大人、谢大人、裴大人，你们虽说跟随宰相征战多年，为宰相出谋划策，但是你们祖上都是魏臣，都是陛下的臣子。统管禁军的是他萧家子，与禁军士兵秽乱后宫的是他萧家女。你们当着陛下的面儿，口中如何说得出这种话来？你们抬头看看，先帝还在这殿上看着你们呢，你们就不觉得愧对列祖列宗吗？先帝呀，您睁眼看看吧。您在世时，宰相不过黎州军营一校尉，位卑仍提3尺剑，扫荡山寇，为陛下分忧，护一方子民。先帝崩殂，鲜于蛮族趁乱进攻我大魏西北边关，是谁呀？是宰相啊！宰相散尽家财，组起军队，不顾生死击退敌寇。陛下年幼登基，外敌虎视眈眈，屡屡犯境，是谁？还是宰相啊！宰相为陛下日夜操劳，外攘敌，内安政，将我大魏匡扶于倾倒之际。先帝呀，您就睁眼看看吧。您素以仁德治世，今日在这殿上，在陛下身侧，怎么出了这种不忠不义、不知感恩的白眼狼？先帝要是还在，见宰相病重至此，他也未必有张大人你这般狠心呐。先帝呀，先帝呀，先帝呀，睁开眼看看您的臣民，睁开眼看看宰相吧。今日早朝，好不容易趁着萧红不在，魏齐宣不惜折损自己的皇帝威严，亲自揭开自己的绿帽子，准备把萧帕安的罪定下，将长皇子血脉不清的消息公之于众。没想到啊，没想到，谭宣风他们给他玩这么一出。瞧瞧他们这群人费力哭诉的样子，要是他今天不答应他们的请求，这群人恐怕想把他也变成先帝吧。都够了，皇后即日解禁，长皇子立储一事，等宰相病愈后再操办。陛下圣明。眼瞧着又要入秋了，入秋了，吃些清淡的，省得内燥。这可是望叔他那御史斋送来的，说是长勺大厨手艺极好，不光吃了好些次，还念念不忘。妾身刚才试过一碗，也觉得不错，相爷可要试试？试试吧。正巧父亲也看到这一页。说起这丽儿幼枝，孩儿今日前来，是有一事想与父亲商谈的。你只管谈。父亲，孩儿想谈一笔生意，可助父亲拔出不少穆家潜藏的党羽。就是这丽儿幼枝嘛，父亲得先抛射一些蝇头小利出去。房庆儿的勺子都顿住了。相爷听听，你把他惯的，最近都敢议论朝政之事了。无碍，是我许的。江南冯氏商户这些年越做越强，为幕府一党提供了数以万计的银钱支持，助他们拉帮结派。冯氏商户几乎包揽了幕府上下的开支用度，包括穆汉他们在官员之间的周转打点，这才让冯氏及其子女在府上地位非凡。所以幕府平妻冯氏虽是商籍出身，但他与一双儿女在幕府的地位极高。父亲，眼下有个机会，既能查出他们以往周转的那些银钱流往何处，还能离间皇帝与穆家之间的关系。穆汉将2个嫡出儿子扶上仕途，轮到冯氏所出的庶子穆书浩，却是因为受到了父亲一党的阻碍，穆书浩未能入仕。商籍对贵籍有着非一般的执着，穆汉不愿自取其辱，不愿为穆书浩的仕途向父亲低头，而穆书浩承载着江南冯氏的殷殷寄托，他不能入仕，
江南冯氏与穆汉日渐离心。只要父亲高抬贵手，把他堵住的仕途给他打通，穆书浩这颗棋暂时就是父亲的。穆家庶出的儿子在父亲手下办事，穆家嫡庶分家，这够不够离间？为了穆书浩的仕途，江南冯氏找到孩儿，和孩儿谈了一笔不小的生意。罗姨娘母家江南罗氏商量，他们被冯氏商户吞并过去的产业，冯氏一并交给孩儿。与此同时，他们还要交出公粮商，就此退出粮食市场，只等孩儿的产业与他们的产业交接，哪怕只是短暂的交接，孩儿也自有办法查到他们往年钱财流动的踪迹。钱财是最实在的证据，真金白银做不得假。和穆家私下里没有钱财来往的官员不一定没勾结，但私下里有钱财来往的官员一定不干净。仅为穆书浩打开仕途，便能获得这些。至于穆书浩入仕之后如何，他在父亲眼皮子底下待着，若真不老实，再往下贬也贬得了，左不过一个贵级。父亲觉得呢？你已经把利弊看得如此透彻，想来这生意是能做的。只不过你要那么多粮食做什么？孩儿只是喜欢囤粮，以备不时之需。任何产业都可能没有销路，但是粮食不会，这是生存之根本。就算往外无处销，孩儿的玉石斋也是需要的。穆书浩是吧？是的。穆府庶出的三公子穆书浩。等父亲何时有时间，孩儿引他来见见父亲。闲着也是闲着，今儿下午吧，趁我病重，叫他来探望探望。是，那孩儿这就派人去联系他们。萧红朝他摆了摆手，萧望舒起身离开。相爷就是惯着这孩子，什么都依着他，妾身可不敢这般随他去闹，今儿要这，明儿要那的，我像只吞金貔貅。唉，能有相爷宠爱，是望叔的福气。望叔的性子从小到大都烈，可不全是夫人宠出来的。其实还有一点，刚才他没有说。人常言多事之秋，每逢秋季，鲜于部落的马匹春夏两季吃饱喝足，到秋冬物资匮乏时，他们就要犯境掠夺了。年年如此，已成习惯。而今年，鲜于部落的掠夺格外严重，可能严重到和书中一样，需要萧红亲自带兵援助西北边关。这一仗打响了萧家覆灭的开端。他现在拥有的一切，他肆意妄为的底气，尽数来源于他的父亲母亲，尽数来源于庞大的萧氏房氏。他不希望粮草再成为萧红的难处，成为他被钳制的短板。萧红好，萧家才会好。听说穆三公子初入户部，便与身边同僚相处甚好，可喜可贺啊。哪里的话，全仰仗四小姐引荐。萧望舒笑着睨他一眼，姿态傲慢依旧。穆三公子客气了，我只为你引荐一次罢了。能说动我父亲，全靠你自己的本事。你我之间，银货两讫。这是自然，我们答应四小姐的价码，岂敢反悔？3日之内，该交给四小姐的东西，在下一定派人送至玉石斋。穆大人爽快。穆云泽，你们父子向朕保证的，回去好生教导穆书浩。你们就是这么个教导法，直接将他教导去了萧红的阵营。陛下息怒，穆书浩冥顽不灵，微臣与家父用尽办法劝导，他仍心思不端，实属无可奈何，请陛下恕罪。朕在他眼中就如此无用，他宁肯背负不孝不忠的骂名，也要投奔萧红而去。还是说，你们一个穆家想占尽2个阵营？微臣断然不敢。家父大半辈子为官，忠于魏朝，忠于先帝，更忠于陛下，请陛下明鉴。起来吧，谢陛下。说吧，外面情况如何了？禀陛下，鲜于部落已经准备好发兵南下，他们声势浩大，萧红必会带兵增援西北。
只要这次能让萧红将拓跋部落的军队调离东北，虞国和乌国在东面夹击，萧红腹背受敌，此战必败，威信必损。陛下也能趁萧红离京受创之际，逐步收回京中兵力。好，只可惜了狄州、越州2州领土，竟要拱手让于鲜于蛮族。陛下，萧红不除，迟早篡逆，只要能将这奸佞除去，让陛下重掌朝纲，一切都是值得的。至于2州领土，来日方长，等陛下掌权后，再遣勇将率军北上退敌，未必收不回来。是啊。8月上旬，仲秋时节，边关的急件一封接着一封，800里加急呈到萧红桌上，战事的烟云从边关扩散，直至笼罩在京师上空。今年提出使的拓跋使臣到了。拓跋集会带队抵达京师时，礼部官员都被他的速度惊到了，匆忙将人安排进馆驿歇息。房启罗也是这时才敢向家中长辈说起拓跋集会的来意。他这一出先斩后奏，实在打得防府上下措手不及。可拓跋积辉已经带着庚帖和聘礼候在防府门外，如此阵仗，谁敢说不见？谁敢说将这北部王子拒之门外？启罗这孩子糊涂呀他！你说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不和我们商量商量呢？母亲，启罗那孩子或许就是怕你们不同意，才将此事瞒着的。孩子大了是这样，半点不由娘。望叔和陈楚走在一道的时候，我还完全蒙在鼓里，也是陈楚快要上门提亲时，我才知晓。母亲，往好处想想，那拓跋二皇子相貌英俊，仪表堂堂，又愿意为了启罗奔袭千里入京提亲，可见是颇有几分真心的。我听相爷说，那二皇子能力也是上佳，又救过启罗的命，遇刺那时危急关头他都不曾抛舍启罗，由此也可见此子可堪托付呀。唉，这些孩子都不叫人省心呐。母亲消消火，这话母亲私下说说也罢。今儿使臣接风宫宴，宴上母亲可千万别说漏了嘴，叫拓跋使臣心里不好想。为母的只是老了，又不是老糊涂了。哎呀，是女儿糊涂，女儿失言。女儿最近也在嫁女儿，心里惆怅，连人都惆怅糊涂了。母亲莫怪，一会儿在你嫂嫂跟前，可千万别提望叔嫁人这事儿，提多了吧，叫她心里不好想。母亲放心吧，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皇宫交房殿内，萧彩仪抱着怀里快半岁的婴孩，现在她抱孩子的动作已经熟练了不少，不需要奶娘帮忙也能将孩子哄睡。哄睡孩子之后，她嘴里哼唱的小调也慢慢停下。娘娘，办妥了，下去吧，今晚有宫宴，将凤袍取出来晾一晾。奴婢遵旨。可惜你生在帝王家，不然有些兄弟姐妹作陪也是好的。拓跋使臣的接风晚宴上，2名太监闯入麟德殿求见皇帝，不知禀报了些什么，只见皇帝面色黑得快要滴墨，直接起身提前离场。宴上众人面面相觑，萧彩仪怀中抱着长皇子，稳坐凤椅，吩咐歌舞继续。这场小风波很快被他接过，宴会继续。就连萧红他们都不知道此刻宫里发生了什么，还是宴会结束后回到相府，才听萧平南说起。后宫有孕的那位贺平不知怎么发了疯似的，在凉亭里和于贵妃扭打在一起，2人摔下台阶，双双流产。于淑桦也怀上了？是，双双流产。一下痛失2个皇嗣，怪不得皇帝陛下刚才的脸色那么难看。不过于淑桦的孩子外邦血脉，没了也好，生得于国不安分。父亲说的是。皇帝陛下又没了2个孩子，可见皇家子嗣传承之艰难。既然如此，还是早立储君吧，以备不时之需。
否则哪天皇帝出个什么意外，这大魏江山就动荡了。立储的事和联姻的事都办得齐。为了安抚房家，萧红先是让皇帝给房启罗册封了郡主，赏下不少珍宝添作嫁妆，然后才定下联姻。拓跋使臣急于返程，婚事早早结束。拓跋新总共还没见到拓跋继辉几面，这1年1次的见面就这样告终。见他哭得一塌糊涂，拓跋继辉纵使心中不忍，也只能安慰他几句，在京师多停留了半个时辰，随后继续带队返程。房启罗随使臣队伍离开时，和拓跋新一样，也是抱着他母亲和祖母哭得一塌糊涂。最后他又叮嘱萧望舒和拓跋新在京师保重，请他们替他多照顾照顾他家中长辈。总之，离别总比重逢要凄婉数倍，叫人看了心生惆怅。联姻结束，随后便是立储大典，宫中的守卫马虎不得。萧平南这些日子确实忙得脱不开身，而比他更忙的是萧红。陆喜阳接过萧红递给他看的边关急件，脸色大变。20万寇军压境，仅凭敌州、越州的守军如何能敌？鲜于部落这是缠上中原领土缠疯了呀！你们都下去准备准备，立储大典之后，我要率30万大军亲征，驰援西北。是。爱妃今日吃药了吗？爱妃，别哭伤了身子，孩子咱们以后还会有的。臣妾不是为了孩子，臣妾是为了陛下。她不过萧家一女儿，她怎么敢如此凌驾于陛下和皇嗣之上？那是陛下的2个孩子呀！臣妾日夜期盼，幻想着自己身居宫中，不出去与皇后娘娘见面，便能平安为陛下诞下皇儿。他怎敢呢？爱妃莫哭，待到此战结束，他萧家也该下台了。朕与你还会有孩儿的，一定会有的。陛下，魏齐轩抱住他，耐心安抚，心中算算萧红离京的日子，算着虞国和乌国联合发兵的日子。臣妾斗胆，请陛下此战一定调动拓跋军队西进御敌。拓跋部落为虎则伥，替小姐卖命，牵制我虞国多年。想让小姐垮台，要么让拓跋部落和他们离心，要么就让拓跋军队折在西北。就现在的局势来看，拓跋公主嫁给萧家嫡子，与萧家结100年之好的房家又把孙小姐嫁给了拓跋王子，如此紧密的盟友联系，加上姻亲关系，这还怎么理解？为今之计，只有将拓跋军队调离他们部落，让他们陪着萧红去西北战场苦战，而他们虞国和乌国则是可以联合起来进攻守备薄弱的魏国东面边关以及拓跋部落。爱妃放心吧，萧红每每出战必调动拓跋骑兵，这也是他手下最强的一支军队。明日出师祭典过后，将军便要去西北边关御敌了。萧囊只在左下角简单绣了个月牙，萧望舒的绣工只能到这里了。香囊里面装着一纸黄符，是房庆儿带他去寺里求的平安符。见陈楚接过香囊，有些愣神的一直盯着那个月牙看。萧望舒只当他是被他的女工震惊到了，并未多想。将军保重，我在京师等将军回来。本将本就是驻守在西北边关的将领，对西北熟悉，不会出事，小姐安心。倒是小姐，你在京师记得万事小心，小姐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护卫，凡事不要逞一时意气，君子报仇10年不晚。有什么让你不舒坦的，等大军回来，等末将回来，再与人清算。他看过他办事的样子，太疯了，太敢赌了。他受得住，
他心里承受不住。将军今儿倒是不闷了。小姐不要任性。弯下腰，头一次鼓起勇气直视萧望舒的脸，认真的好像要将他艳丽的五官刻在心头。末将在边关会担心你的。那好吧，将军早些回来，我在京师乖一些等你便是。陈楚这才扬起一抹笑，使劲点头。明早就出发了，今天我们去玉石斋吃吧。好。这时候马市生意少，也没几匹好马牵出来遛，竹路间坐着也无趣，不如看看这人间烟火。远处的菜市米市这个时候还照旧开着，也有百姓挎着竹篓去买东西。柴米油盐，生活缺不得。不管这天下是动荡还是安宁，归根结底，其实百姓不懂这局势。撑起他们的，仍旧是一日两餐。将军此行是为守护魏国这一片人间烟火，不被鲜于寇军踏破。待到将军归来，便是受万众敬仰的英雄。末将并不想当什么受万众敬仰的英雄。哦，那将军如何参军了？也是被强征的吗？陈楚摇摇头，将他那些陈年旧事讲给他听。我是弃婴，被养父养母捡着回去抚养的。那时候养母多年未有所出，养父也没钱再娶，正好乔将被丢在田里，就把我捡了回来，也算养了个儿子，图将来有人养老送终。他们也没读过什么书，只听村里上私塾的孩子背了句逢陈楚卫，便给我取名叫陈楚。后来把我捡回去养了4、5年之后，养母突然怀上了，给养父生了个儿子。家中本就贫苦，我多吃他们一口饭，他们的亲儿子就少吃一口。再加上我也大了，4、5岁能够干活了，所以养父养母就让我下地种田。随后7、8年，养母又陆陆续续生下2个女儿1个儿子，家里穷的实在是揭不开锅。那时又正好征兵，养父养母就把我送了进去。陈楚有些腼腆地挠挠后脑勺。我从小饭量就大，吃的比同龄孩子多，哪怕吃谷糠野菜，长得也比同龄孩子要壮。13、14岁就和成年男子一般高了。虽然我年纪小了点儿，但是村里人不说，征兵的人也不知道，还是把我给收了。我进了军营之后，拿到军饷都贴补了家里，还跟着当时带我的护军学着认了几个字儿，在军中不愁吃穿，过得也算还好。之后我在军营待了几年，在一次寇军袭击中救了陆续阳一命。陆续阳当时已经是宰相身边的亲信，见我武力不错，背景也干净，就把我举荐给了宰相。后面我立了点战功，随着宰相一路升迁，就到了今天。说起来，我最开始参军只是为了有口饭吃。那你的养父母和那些弟妹呢？就那样花着你的军饷，一分也没有给你留吗？其实起初我的军饷不多，刚进军营，每个月就那300文钱，也只够把他们几人的口糊住。我当时想着，再怎么样他们也养了我10几年，别的不说，好歹给了我个能遮雨的住处，我那点军饷给他们糊口也没事。后来我立了战功，宰相给我的封赏多了，他们也开始不知足起来，又是想驻将军府，又是想让我给弟弟安排官职，还想把女儿往高了嫁。我驻守边关本就事儿多，也疲于应付他们，便一纸飞书让当地郡守县令替我把事儿给办了。也不知他们是如何镇压的，反正我那养父养母再也不敢找我无止境的索求，我也清静，每个月派人给他们送去10两银子，保他们衣食无忧就够了。战场厮杀多年，他看过太多人性，贪心不足的人对他们再好也无用，他们的贪婪是填不满的，得到这个就想要更多，甚至他们不记恩只记仇，惯成了习惯，他们就当作理所当然，一点不依变成了仇人。升米恩，斗米仇。陈楚回过神来，看向他身边的萧望舒，语气略带些紧张。小姐可会觉得我不念恩情？恕我直言，将军，10两银子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很多。若是换成我，从他们不讲情面的索取开始，从他们在我身上吸血开始，他们不仅享受不到现在每月这10两银子的开销，还会把以前吞了我的
都给我吐出来！萧望舒现在看陈楚，就好像看到了一只无家可归的大狗，瑟缩在旁人屋檐下躲雨。仅借个屋檐躲雨，就替那家干了10年农活儿。那10年干的农活若是换成工钱，恐怕都不止他吃下去的那些糟糠野菜。这还不算，还要算上他从军之后寄回去的那些军饷，以及他升迁之后被索要去的东西。那10几年遮雨的茅草屋檐，真贵呀。若是那家不曾想在他身上索取太多，只求把他养大，让他给他们养老送终，那么养育之恩大于天，陈楚将人接到京师将军府来住都是理所应当。可偏偏那家只想在他身上吸血，吸完他的血，然后去养后面生的2儿2女，如此利用还谈何恩情？或许是看出萧望舒动了怒气，陈楚有些看愣了。他似乎极少动怒，反正自他回京以来，从未见他真正动怒。他步步都是精心将他人算计得明明白白，自然也步步都走得从容，不曾真动过肝火。小姐息怒。丑话说在前头，将军，若是我进了将军府，他们在下面州郡有半点不老实的举动，碍了我的眼，还请将军站在自己夫人这边。这是自然。他愿意住进将军府，都是他几生修来的福气，他怎么还敢让人去惹他不开心，碍他的眼？若他做了将军府的夫人，他想他往后应该都不会常宿军营了，哪怕连夜打马赶回去，他也要陪在他身边，不能叫他一个人在将军府里孤单难过。萧望舒还不知道陈楚已经想到了多么远，此刻得到陈楚肯定的答复，他心里稍微舒坦了些。趁热吃吧，下次再吃就不知道是几月之后的事情了。末将冒犯。将军言重了，不冒犯。陈楚对他极为尊重，尊重到了有些憨傻的地步，确实可爱。谢小姐。他从未想过男子青涩竟能青涩至此。翌日清晨，祭天祭地祭祖，3祭之后，萧红上台接下皇帝亲笔书写的出师诏书。北伐将士随萧红满饮1碗出师酒，捧碗立誓，不击退鲜于寇军，绝不返城。萧红翻身上马，主帅一声令下，大军浩浩荡荡向北而去。房妻儿带着萧望舒母女2人随帝后一起登上城门相送，目送大军离开他们的视野。此刻出城之后，萧红骑在马上，打开皇帝的出师诏书一看，嗤笑一声：“哼，陈楚，相爷有何吩咐？你去截杀刚才皇帝派去拓跋部落的信使。”是。相爷，皇帝亲自下的诏书，还指明让拓跋部落出兵10万随军北上，是不是受外人挑唆？管他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在外，这将，他才知道京师城门外啊。陆旭阳，你再派人飞骑快马传书北部，让拓跋首领按兵不动，盯紧于国。是，相爷。今年的秋季粮米还没征上来，我们的粮草恐怕有些吃紧，无法久战呢。又是粮草，速战吧，尽快退敌。是。萧红预想中的速战进行的并不顺利，北伐大军抵达西北边境，确实给西北将士带来了莫大的鼓舞，也数次击退鲜于军队的进攻。但2个月后，萧红渐渐察觉到不对，鲜于部落并不富裕，物资也不丰饶，按理来说他们更该提前断粮才是。动兵之前，他也长期派细作监看鲜于王族，没见他们有累积粮食的动作。况且就他们部落产的那点粮食未必够自己吃，更别谈累积。但他瞧见鲜于部落攻势正猛，哪怕败阵之后也是顽强抵抗，不多时又聚起溃散的队伍，显然不愁吃喝，怎么看都像是下足了本钱来的。莫非从别处谋到了粮草？士兵回来禀报，鲜于部落此番南下，粮仓有重兵把守，依粮仓大小数量大致估算，
可供鲜于军队征战5月。父亲，这些还只是现有的粮草数量，更别谈新的粮食供应。下去吧。船长梁主簿过来。是。见过相爷。新征的粮食还有多久能够送到？如果粮草接不上，势必会乱军心，恐怕得冒险试一试夺粮了。新征的粮食恐怕还需10日才能送到，且只能支应3个月左右。微臣不知能不能再将军中的将士的伙食缩减1成。不能再缩了。那如何？父亲，有粮草送来。什么？户部兵部的粮草提前到了？不是，是粮商商队押运来的。带我去看看。是。见过宰相大人。请宰相签下姓名，您签收过后，我们才能去4小姐那里销账。相府4小姐？那小妮子什么时候有这本事了？是，相府4小姐也是我们的东家。4小姐还说，若是草民有幸见到相爷，替他向相爷问安。拿笔来，这些粮草足够养大军半月，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望叔啊望叔，想必运来这些粮食，让你的小金库破了个大窟窿吧？萧望舒的小金库确实破了个大窟窿，而他更清楚，如果依照书中所写，这一战是一场持久战的话，这点粮食是远远不够的。他这次送去的这些，最多让萧红不必冲动出兵劫敌营粮草，让他不至于深陷敌营，白输这一小仗。但这还差得远，尤其在拓跋部落的铁骑没有随萧红一起北伐的情况下。鲜于部落之所以能在大魏西北屡屡出兵犯境，嚣张这么久，若是没有点真武力，肯定是不可能的。这次没有与他们势均力敌的拓跋骑兵出战，就怕这一战还有的耗。不过来年春夏又能征新粮，军队的粮草还能供应。魏国国力比起鲜于部落来说只强不差，如果只是单纯的和鲜于部落耗粮食耗时间，魏国是耗得起的，就怕鲜于部落还有别的粮草渠道。姐姐，进来。姐姐今儿怎么忙得连午膳都忘了？最近天寒，容易着凉，姐姐吃点鸡丝粥补一补吧。入冬了，懒得挪窝，一坐就坐了半天。姐姐还在为粮草之事操心吗？小裴军师说，新送去的一批粮起码能维持军队上下3月的耗用，来年开春之前都不必急了。而且这粮食耕种的事情，一年也就割那2茬，咱们在这里急也没用啊。阿弟，也不是每年的粮食都刚好吃完，这米还有新米陈米之分呢，否则我那些粮食如何来的？理是这个理，我也知道，但是姐姐，你忙起来就什么都不顾了，也不管我和母亲有多担忧。怎么说都是你有理。行了，我记下了，以后按时用膳可以了吧？可以。春去秋来又是一年，寒冬腊月冰封了过往1年的曲折，新年的爆竹声响起，送走旧岁的种种。开春之后，拓跋新的肚子也肉眼可见的大了起来。房妻儿为萧家长孙的安全考虑，免去了拓跋新的许多事务，让他孕后这段日子过得轻松许多。拓跋新闲下来，时不时就往萧望舒院子里走动，和萧福光一起监督萧望舒定时吃饭。姐姐，裴老军师和小裴军师找你，2位军师今天突然登门找姐姐，怕是这仗还有的打，粮草一时间又接不上了。走吧。不知4小姐可有法子，再让军中粮草支应10日？春季征粮还未征上，强征恐造成百姓恐慌。如果4小姐有法子撑一撑，我们就循序征粮；如果没法子，那只能强征速求了。我已经派商队送了第2批粮过去了，还是半月之数。这是父亲签收的合同。小姐大意呀！只是我2次用商队运粮，恐怕运不了第3次。这2次都是出其不意，无人想过商队会运军粮。我方也无人知晓，无人泄露，所以运粮的商队没有遭到敌军细作的截杀。这2次过后，恐怕他们会对商队有所防范的。小姐若还有粮食可以调用，随时可以来找老陈。
小姐只负责集齐粮食，剩下的交由老臣处理。还有一事，我思量许久，觉得对此战影响颇大。小姐请讲。下面州郡已经出现粮商积压粮食不卖，哄抬粮价的情况。部分粮商与我没有合作，不受我的管控。我需要户部放权，给我处置粮商、稳定粮价的权利。此外，我觉得这一仗打的不只是外敌，还有内患。以鲜于部落的产粮能力而言，他们的军队没有粮草，和父亲耗到今天，哪怕他们有盟军胡国借粮支援，哪怕集他们两邦之力，也不该出现这么多军粮。近半年又有华都粮商频繁出入我大魏国境，所以我怀疑有人为了暴利铤而走险，让商人为鲜于军队打通了粮道。裴景航和裴无事皆是一阵沉思，房庆儿也没有开口说话。户部放权都是小事儿，战事为重，给小姐放权是应该的。为了大军粮草，小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老臣稍后去顾尚书令那里走一趟，就是这内患事关重大。若真是如此，依小姐所说，运粮经我大魏国境，要躲过我大魏关口的重重搜查，恐怕……小姐放心，此事我们已经知晓，下去会着人暗中详查。军粮之事实在有劳小姐多次相助，老臣这就去顾府一趟，时间紧迫，我们就先告辞了。两位军师慢走。咱们望叔长大了，母亲安心。父亲抵达边关之后，屡退敌寇，颇有想要乘胜追击的架势，气势不减当年。我们在京师干好我们能干的，等着父亲凯旋就是了。今儿午膳用了没？吃过了，刚才吃完过来的。开春了，母亲多晒晒太阳，别忧心太多了。我忧心的哪有你这个东家多呀？听说你在锦衣门大办什么购买捐赠，不管客人买多少东西，你们都抽出一成来，以客人的名义换粮捐到西北。没办法，母亲，孩儿最近手头紧，自己捐的粮也不能让手下的工人买单，只能这样快点拢钱啊。萧望舒又贴近房庆儿耳边低语几句：诰命夫人的头衔你也敢放出去交易？不是明码交易，只是鼓动一下他们。母亲只需派人替我放出风声，此番对大战颇有贡献的官家夫人可荣封诰命。至于封与不封，封极品，还不都是父亲回来说了算？躲不过一个诰命夫人的封号，孩儿相信父亲他也不会吝啬这些虚名的。军队将士的粮草才是最关键最实在的。好好好，我替你去唬人。多谢母亲。你呀，难得你放下事出来，陪我在园子里走走吧。好。萧四妹妹这钱赚的可真是快呀！唉，真会投胎。就是这段时间趁着宋良有功，宰相一党的那些人都捧着他罢了。这样算起来，锦衣门的东西贵得要死，哪有几个人买？胡说什么呢？议论宰相府小姐成何体统，这都是萧四妹妹的本事。她这铺子只为权贵而开，买东西的又不是你们，你们当然不知有多少人抢着买。小姐说的是，奴婢知错。以后像这种话就别再说了，不然我也护不住你。奴婢只是看他们抢了小姐的生意，还有那种手段，奴婢知错了，以后绝不再犯，小姐恕罪。哥哥在他面前说话尚且不敢大声，何况你我。以后你们每日从我的私账上拨50两银子，去锦衣门买些东西，以母亲的名义去买就行了。奴婢明白了。对了，我让你们去查的那个乐氏，可查出什么背景来了？查出来了一点儿。小姐，那乐氏商户是在下面州郡做粮米生意的，少爷派人去查，也没查清底子，只知道好多州郡都有他们的人，像是来头不小。粮商在京师开这么多衣裳首饰的铺子做什么？吃饱了撑得慌吗？小姐息怒，奴婢不知。